你能想象吗？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竟然藏着一片数百万人居住的地方，没有产权，没有物业，没有规划，甚至连消防车都开不进去。这不是什么偏远乡镇，而是在广州。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是一座从汉代以来就与世界通商的城市。它曾经是13行的贸易重镇，如今年 GDP 超过3万亿元，是华南的经济引擎。这里高楼林立，交通发达，灯火辉煌，看起来它是现代中国最亮眼的橱窗城市之一。但是今天我不会带你去珠江新城看摩天大楼，而是要带你去一个连 GPS 导航都有可能失灵的地方。这里是广州的城中村，在这里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可能挤着4个人住，小巷只能容下1台机车通过，电线缠成了蜘蛛网，楼与楼之间不到1公尺的缝隙就是居民唯一采光的来源。你以为这是少数人的生活吗？错了，仅在广州一地就有300个这样的城中村，居住着大约500万人口。而在全中国呢，城中村里居住的常住人口大约超过1亿。这些地方在中国当然不叫贫民窟，但是他们的居住条件、法规地位乃至安全风险早已经和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如出一辙了。那这些灰色地带是怎么出现在中国最富庶的城市里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要理解中国城中村现象的诞生、发展与失控，我们就先得从一个人说起。他叫林，我们接下来就叫他小林。1990年，小林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从安徽坐上了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职员宿舍，也不是人才公寓，而是充满了违章建筑没人管的城中村。他的故事也是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缩影。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会是无中生有。今天的城中村，这个城市里庞大而混乱的灰色肿瘤，它的细胞其实来自于1958年。那一年，中国出台了2项看似无关，但是对所有人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制度。它们就像2堵看不见的高墙，把人与人、地与地切割得泾渭分明。第一堵墙就是户籍制度，这可不是单纯的一张登记表，而是一种人口的等级区分制度。它把全中国的人口区分成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2大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打个比方，城市户口就好像是坐高铁一路不停，优先通行，教育、医疗、社保全都有；而农村户口则像是老式慢车，不但每站都停，连上车的票都难抢，更别说换车厢了。对我们今天故事主角小林来说，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他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现实。他虽然在深圳找到了工作，也办好了暂住证，但是只因为他的户口还挂在内地老家，他就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外来人口。他记得他所住的福田区城中村，一天早上，警察来敲门查证，没有暂住证的人就被抓到派出所，罚款100元才能赎回自己，否则就会被遣送原籍。看到那一幕的时候，那种恐惧和无力感，他至今难忘。还记得孙志刚的故事吗？这位湖北黄冈的年轻人2003年在广州被以3无人员的名义收容，然后在看守所被活活打死。但是遭遇到这种悲惨命运的，其实孙志刚绝不是第一个。我们故事的主角小林，为了拿到那张薄薄的却重如泰山的深圳户口，付出了巨大代价。他拼命工作，只为争取到公司每年极少数的转户口名额。他又参加考试，最后还付出了一笔不小的办事费，才终于跨到了户口之墙的另外一侧。但是对于大多数没有文凭、没有机会也没有关系的打工者来说，这堵墙就是一道永恒的边界。那中共为什么要把人区分成城乡2种户口呢？最初的出发点是要控制人口流动，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1958年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大饥荒抬头的时候，口粮实施严格的配给，要优先保障城市供应。问题是，这个临时措施一临时就是几十年，
当中国在1980年代逐步推行市场经济，城市开始狂飙式扩张的时候，这个户籍制度的副作用也像倒灌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那这就引出了第二堵墙。所谓二元化的土地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土地，而农村的土地是属于所谓集体所有。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当中，有一种最为关键，和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就是宅基地。这是农民建造自己住房的地皮，法律上它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目前由村民委员会来支配，但农民可以用来盖自住房，因此有长期的使用权。但是禁止转卖给非本村村民或者城市居民。当城市扩张的时候，处于市郊的农民宅基地身份就尴尬了，他们不能被城市轻易征收成为国有土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旦被征收，也就意味着居住于其上的村民变成了城市户口，享有了城里人的待遇。那怎么能行呢？因为这些农民是没有工作单位的，没有人管他们的医疗和养老，那他们的福利谁来管呢？只有当地政府来管。可是当地政府又不愿意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其实，在所谓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社会化改革之后几十年，农村户口仍然远远被甩在后面，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更加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给他们。那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冲突的表现。结果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农村土地容易被征收，只要一有人居住，就涉及到居民的户籍转换问题，就困难重重。于是我们就看到，城市扩张的洪水一碰到农民的宅基地，就像撞上一座岛屿一般绕开了，最终洪水就把这些岛屿包围起来，他们就成了城市中的孤岛城中村。他们的地理位置在城市里，但是法律地位却是村，故曰城中村。城中村没有统一的建筑标准，没有消防验收，没有基础医疗，没有学校和卫生设施，它们不是计划中的产品，却是现实中的必然。让我们再回到小林的记忆，1990年的深圳和1995年的广州，小林在这两座不同的城市都工作过，可是却是一样的蜗居生活。他说，不管是哪里的城中村都长得一模一样，是那种挤在一起的3、4层小楼，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近到你都能听清楚对面在看哪一台电视节目，邻居之间只要一伸手就能从窗户里递个鸡蛋，这就是所谓的握手楼。这让小林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会不会有人突然从对面窗户跳到自己的房间里来呀？所以他一般不敢开窗户。房间里永远阴暗潮湿，白天也得开灯，墙壁常年是湿漉漉的，衣服晾3天也不干，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那是混合着饭菜、汗水、煤气、洗发水，还有梦想的味道。是的，梦想。小林说，和今天的城中村相比，当年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时候空气里还有希望。那是一个可以白手起家的时代，你可以在城中村花几百块钱一个月租一间房作为制衣车间，白天生产，晚上睡在机器旁。你也可以随便摆个地摊儿，卖些老家的腌菜，还有卖些袜子、收音机什么的。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歧视你，因为大家都一样穷，一样是外来户。另外，大家都相信这只是暂时的，所有人都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跳板，跳往更好的未来。正是这种无数个体汇集而成的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为一个畸形的城中村共生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城中村以一种混乱和野蛮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共赢局面，而且成为了城市的经济引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台引擎是怎么工作的。在广州最繁忙的城中村之一康路片区，也就是康乐村与陆江村，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另类引擎的最典型版本。这里号称制衣王国，全中国的中低端快时尚服装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的小作坊流向世界的。看似混乱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极具效率的机制，像一台由3个部分构成的永动机。第一个部分，燃料，就是外来工人。劳动力是来自湖北、湖南、四川的年轻人，
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挤在人均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单间里，墙壁湿漉漉，窗户对窗户，但只要有工资有订单，他们就会留下来。这里租金便宜，进出自由，也是他们初来乍到的唯一落脚地选择。这群人是整个系统里最核心也是最廉价的燃料，燃烧自己的青春，换来都市的繁荣。这里也是现代都市法律和规范的巨大盲区。消防通道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奢谈，劳动保护那更加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在那些前店后厂、楼上还住人的3合1作坊里，混乱的电线像蔓藤一样缠绕着，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布料的粉尘。机器的轰鸣声更是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从这个角度讲，城中村确实很像19世纪的伦敦东区贫民窟，是劳动安全条件恶劣的工厂仓库和低收入工人住宅混杂的地方，污水横溢，终日喧闹。第二个部分，加油站，就是本地村民。村民们拥有宅基地，他们不参与生产，他们是这套系统里的实力阶级。不动产就是他们的提款机，不管是把房子出租给加工作坊，还是给打工者，他们每年光靠租金就能收入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成了中国最早一批隐形富豪。所以村民们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宅基地，房子没有规划，但是都要建到3至8层，而且还要隔出尽可能多的像豆腐块一样的小房间出租。第三个重要部分，司机，他们就是地方政府，他们收获了繁荣的纺织品出口，收获了每年价值数百亿元的产业链，也看到了飞速增长的 GDP， 这些都是官员晋升的资本。至于这里的消防隐患、劳工权益和环境污染，在高增长的诱惑面前，他们选择了暂时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有的时候还有更加具体的利益动机，就是工厂主们和房东们为了躲避合规检查，经常以缴纳罚款来代替整改，有的时候直接向官员行贿搞利益输送。因此，城中村的乱象也成了中基层干部们灰色收入的来源，他们是乱象的保护伞。于是，看似完美的共生诞生了。但是别忘了，建立在混乱之上的繁荣是脆弱的。一旦血汗工厂的订单流失，不能够再提供低端就业，那么城中村也就走到了它宿命的尽头，真正变成了贫民窟。如果要选一个地方来代表中国的城中村经济的极致演化，那仍然是广州。它不是最多问题的城市，但是它是把这台另类引擎开到最疯狂的一个城市。广州的城中村不只是存在，而是主角。广州最多的时候拥有300多个城中村，几乎每个区都有，而且不只是郊区，连市中心都有。这些村子里居住着数百万外来人口，构成了城市真正的隐形肌肉。最夸张的是，刚刚讲到的康路片区，仅仅1平方公里的范围，就像搭积木一样塞下了13万人口。这个密度放在世界上都是奇观级的。而这13万人里，本地户口只有6000人，其他全是外来的打工者、小商贩和工厂主。一条完整的微型经济链在这片城中村中顽强地存活着。广州还有很多类似的产业村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地下经济体系。像三元里被称之为皮具之都，这里聚集了大量皮具制造与批发商，工厂、仓库、物流、刷卡、提货点一条龙。而白云区的很多城中村则是专注于化妆品和廉价日用品的生产批发，在这里你还能够看到制鞋厂和回收站。近年来网络带货直播兴起以后这里还有密密麻麻的直播间。在这些城中村里，每一处狭小的空间，利益都被压榨到了最大化。白天是工厂，晚上就是宿舍，楼上有人打包出货，楼下很可能就是仓库，甚至是一间直播间。那这些产业的共性是什么呢？他们都需要便宜的空间、便宜的人力和松散的监管，拼的就是一个低成本，挣的就是一个低利润，就是一个字：卷。而这些城市正规的工业区是给不了的，只有城中村能给。这些城市阴影里的灰色经济支撑了中国的外贸和无数微创型企业。你可能会问，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把这些城中村定义为贫民窟吧？这种说法会不会太狠了呢？那么广州的这些城中村算不算贫民窟呢？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是因为贫民窟这3个字儿太刺耳了。但是我们可以回到最基本的定义，联合国人居署对贫民窟有一套明确的标准，只要一个地区的住户缺少以下5项当中的任何一项，这个地方就可以被归类为贫民窟。1. 没有安全结实的住房结构。2. 人均居住面积过小，拥挤不堪。3. 缺乏干净的水源与基本卫生设施。4. 没有正式的产权或租约。5. 随时可能被驱赶，居住极不稳定。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大量的城中村中都全部或者部分的存在，完全符合世界通行的贫民窟的定义。从2019年以后，中国经济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战开始后，世界产业链又发生重构，带动广州城中村兴旺起来的来料加工、初级制成品这些产业纷纷迁往能够避开美国关税的东南亚和印度。广州城中村作为打工者跳板的这个作用开始失效。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根据中国媒体网易的深度报道，在广州康路制衣村，有一位制衣工厂的老板叫老严。老严在这里打拼了25年，从一个普通的车位工奋斗到成为拥有2个工厂的老板，手下有上百名工人，在康路已经算的是中等偏上的老板了。但是在产业链上，他还是末端的小微企业。在生意好的时候，老严的工厂几乎全年无休，夫妻俩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一年都睡不了几个整觉。但是从2023年开始，老严的工厂情况急转直下。他对记者说，上个月工厂的产值还有160万元呢，这个月可能就会只剩下80万了，直接腰斩。订单的消失让工厂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他甚至不得不卖掉了自己之前买的小汽车来周转。为了自救，这位已经年过半百的老板开始学着年轻人运营抖音账号，希望能够从网上接到一些零散的订单。老严的故事并不是个案，整个康路片区的工厂许许多多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没有订单，工人就没有活干。最先被牺牲掉的就是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和他们的工人。城中村于是又领到了贫民窟的又一张身份证，那就是失业人口的聚集地。过去住在城中村的外来打工者想的是在这里住上几年，存点钱，然后回老家盖房子。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回不去了，这个临时的地方正在默默地变成他们永久的家，或者说是一个永久的牢笼。那些曾经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轻人，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工作和焦虑，已经变得沉默又麻木。他们的孩子生在城中村，也长在这里，对这一代人来讲，并没有农村的那个老家。打工二代们上的是民办学校，没有正式户口，教育资源不公平，没有办法和城市本地的孩子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现在又倒霉催的连低收入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他们的命运就像被锁死，处于宕机状态，就这样被困在了城市边缘，却又无可奈何。另一个转变是安全风险的全面暴雷。数十年来，这些城中村早就被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什么违章建筑密布、狭窄通道、老化电线、消防漏洞等等等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这些问题被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轻描淡写的给压下来了。但是当高增长的潮水退去，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了要人命的定时炸弹。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的一处廉价合租公寓里发生大火，导致19人死亡。这起悲剧成为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清退外来人口的理由，引发了著名的北京冬夜驱赶低端人口事件。干啥呀？往前走，往前走！记得轻放人群。发生这起火灾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就是典型的城中村。至于拥有最多城中村人口的广州市，尽管官方宣称多年并未爆发重大死亡事故，但其实四处散布的城中村一直是火源密布的高危地带。仅仅从2009年至2014年5年期间，就有超过4000起火灾，造成至少60人死亡。
2023年5月14日，位于广州珠海区的一个城中村就发生了一起致命火灾，造成5人死亡。同年的7月26号，又是同一个区的另外一个城中村，又有一幢民房起火，导致3人遇难。这2起严重火灾都疑似与电线老化有关，据说现场火势猛烈，连屋顶都被烧出了大洞。把所有这些事故串联起来，说明他们并非孤立事件，是整个城中村的发展模式下长期被压抑和忽略的风险正在一一爆发出来。城中村们这种悄无声息的贫民窟化，也许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是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吞噬掉整座城市的未来。在大城市里密布着贫民窟，毕竟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于是地方政府提出了城中村的整治方案。广州的城中村系统性的改造是开始于2009年，但是随即就遇到了一系列矛盾，本质上仍然是原住民从农村户口是否要转入城市户口的难题，以及如何补偿的问题。近年来，广州市已经用城市更新稳步推进的概念代替了原来的大拆大建式的改造。根据广州最新的改造计划，像康路片区这样的地方，要在未来10年内将居住人口从13万逐渐疏散到7万。虽然我们说了城中村有诸多乱象不好，但是当经济状况变差的情况下来整治乱象，又会有新的副作用。那么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出现了，康路片区被疏散出去的7万个家庭，他们能去哪儿呢？而这恰恰暴露出了这一类整改模式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缺陷。首先是被迁出去的人口失去了廉价的住所，又没有工作，加剧了他们的贫困和绝望。其次是改建后的城区增加了住宅供给，实际又没有购买需求，加剧了房地产结构性的供给过剩，又拉低了房价。要理解这种缺陷，我们不妨看一看巴西里约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他们俩的教训。这2个地方都曾经试图改造贫民窟，却因为只解决空间问题而忽略了经济问题，最后改造失败。里约的例子是引入了警察部队加强治安，又大兴基建，结果是房租上涨。看起来呢是改造，实际上是以升级之名把这个地方住不起的人给逼走了。而墨西哥城则是以搬迁为名，切断了原有的非正式的经济网络，比如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摆的小摊儿，从而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说到底，贫民窟不是不应该改，而是应该和经济增长同步来改。政府应该增加低收入城区的公共资源投入，改善这里的卫生、交通和教育，这样就能够逐渐引导比较先进的产业、高附加值的产业迁入这些地区，创造高收入工作机会，从而又带动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而不是拖到经济都衰落了，城中村成了失业人口聚集地的时候，才来所谓大力整改。那个时候不仅是事倍功半，更加是新的问题丛生。最后，让我们再回到今天故事中讲到的小林，从90年代他走进那栋握手楼开始，城中村的故事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与挣扎，也暴露了这个社会深层的不公。最后加个彩蛋，公开一个秘密，今天故事里的小林其实就是本期节目的撰稿人，所以我们今天所讲述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那么好，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